大家好，我是易，欢迎你收看EVE 转型号。说到投资，你会联想到什么呢？钱、风险、创造财富、损失、投资标的、经济趋势以及市场状况，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联想，都指向同一个主题，也就是回报。盘算投入以及期待的结果是天性，其实也不只是在财务的面向，关系、发展事业、健康，每个面向你都会想到回报。对于稳定的追求是深植在潜意识里面的，稳定的好，稳定的差，只要是稳定都可以度日。这是因为稳定就让我们感觉到安全，虽然这安全的感觉不一定是真的。每个人对于不稳定的耐受度不同，些微的不稳定，这是新奇，对人生是带来的趣味的。超过了一定的阀值，就是风险了，会引发担心、焦虑、害怕，这是共性。稳定来自运作的秩序，是持续调整后的产出。依据自己的经验，评估结果和投入的关系，调整、改善、提升效率，重复操作，那么运作的秩序便会内化成习惯、规则和信念，成为判断的依据。追求成长是人类透过演化内建的生存目标，秩序带来稳定、效率以及可预期的成长。我们喜欢稳定，但跃进式的成长往往来自于混乱。我们为什么会受到新奇的吸引？这是因为新奇不只是增添乐趣而已，我们的潜意识知道这是巨幅成长的机会。道家的太极图，圆一分为二，白中有黑，黑中有白，阴阳相济是世界运作的缩影。拿这个道理对照历史、人生，甚至大自然，不难发现福祸相倚，分合相替，混乱秩序互为因果，更替且并存，这是永恒的现象。我们既需要秩序，也需要混乱，才能够服务成长的内在召唤，感受到活着的意义。但世界变化得太快，不可预期的混乱出现得太过频繁，尚未到达高效运转的秩序，产出的结果已经不合时宜。红女皇对爱丽丝说的这句话，总是冷不防地闪入我的脑子里。她说：“你必须要竭尽所能地奔跑，才能留在原地。”精疲力竭之后，才发现留在原地竟已不合时宜。时间是有限的，投入是实际的，但回报无法掌控。每天张开眼睛，碰上的全是不可预期。失序、混乱，急坏了在生活中处处遇到问题的现代人。对你来说，生活是恶水吗？也许你心里嘀咕着，恶水有这么严重吗？不就是不可预期的碰到讨厌的事吗？那么，如果不可预期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出现在你的周遭呢？直到有一天，你不得不承认，常言道人生中的不如意十之八九，这是真的。喜忧参半是假象，其实90%都是苦楚。
那么有限的人生到底该怎么投资才能平安度过呢？今天来谈谈最容易被忽视却最有利的投资，把自己当作投资标的。我们不谈虚假的励志，也不谈无法发力的鸡汤。对投资自己有兴趣的朋友，别错过了今天的主题，让自己成为生活恶水中的浮木。EVE 转型号希望提供可落地的概念、方法，在你感受到改变的压力，当转型成为不能保证成功又必须投资的时候，帮助你找到前进的着力点，发挥优势，持续成长。转型号的相关资讯，请参考资讯栏内的连结。心理学大师阿德勒说，发生在我们人生中的一切都是人际关系的结果。把这句和10之8九的人生不如意放在一块儿，就参透了关系是不如意的源头这个道理。那么，不如意指的又是什么呢？我认为不如意原来应该是4个字的，是不如我意。那么我意就包括了我的方式、我的期待、我的信念、我的舒适圈，合起来就是我过生活的秩序。不如我意就是打坏了我的秩序，迫使我跌入未知，陷入混乱。每个不如我意的当下，自己可都不是一个人的。你说不会吧？我犯头疼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啊。那么头疼是因为睡不好吗？来自压力吗？是谁让你有压力的呢？你在意有人关心你的头疼吗？又是谁让你即使头疼也无法好好休息的呢？再说，头疼有没有可能是你想避开某人或是某事的障眼法呢？你不得不承认，生活的恶水里，我们从来都不孤单的。卡普曼博士观察到，人在混乱、失序、冲突的情况下，应对不可预期，常常会不自觉地扮演这3种角色。我分别说明每个角色和它相应的行为模式。受害者 The victim， 受害者常感到无能无力，任由他人、环境或者情况压迫自己。他们不反抗，有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但更多的时候，受害者会不自知地逃避责任，拒绝成长。受害者迫切地需要被拯救，有的为了获得同情，不在乎伤害自己；有的擅长利用他人的罪恶感，操纵别人，替自己承担责任，是一种情感勒索。受害者自哀自怜，放弃梦想，不再有追求快乐、幸福的想念。但当他遇到比自己更弱、位置更低的人的时候，受害者可能变成迫害者，欺负人可一点都不手软，他由此获得力量。接下来我们看看迫害者 Persecutor。 迫害者认为自己都是对的，行为都是正当的。他们喜欢依照自己的秩序、规则办事。当不确定、不可预期发生的时候，他们将它都视为是错误，而错误都是别人造成的。不管是和自己的做法不同，或者是结果不符合自己的预期，他们总是劈头盖脸的指责、批评别人。迫害者把自己变成石头，更好控制同情心、
或者同理心，直到他对别人的处境不再有感觉。迫害者常常使用侵略、恐吓、惩罚来支配他人。讽刺的是，在别处受了迫害的人，有可能不自觉地迫害比自己位置更低、更弱的人。从受害者转换成迫害者，既保护了自己不再受害，又可从中得到力量。有句话说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这话充满了无奈，也描绘出人性的枷锁。我们接着看拯救者 The Rescuer。 拯救者能够敏锐地感知别人的需要，常主动地担负起解决别人问题的责任。过度的支持别人，让拯救者受到重视，得到欣赏和感谢，不自觉地用别人的认可来验证自己的价值。舍我其谁，必须搞定一切，让拯救者忽视了自己的感受，承受着重大的压力，牺牲自己，替别人负责。拯救者不知道如何拒绝别人，常常感受到精疲力竭，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赏识、认可或是感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辛苦久了，就容易转成受害者，或者是到了迫害者的位置。人们在应对冲突、求存活的时候，常常不自觉地在这三个角色之间转换。每个角色彼此喂养着负面的行为，加强了人和人之间无效以及功能失调的互动。参与的人都会陷入负面的情感，没完没了的循环。卡普曼博士称之为可畏的戏剧三角。陷入三角循环，让所有的参与者感到挫败、愤怒以及无力。这真是苦难人生的写照啊！你可能会纳闷，没有人喜欢处于挫败、愤怒和无力的状态。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自己陷入这样的三角循环呢？大家不妨这么想：不用负责，当然可以喘一口气；可怜可悲，可以引发注意；受害者因此获得了喘息，这是一种安慰。将挫折、愤怒发泄在别人身上，施加压力，支配别人，迫害者可以得到优越感，获得力量，这是一种报偿。拯救者通过被依赖，受到恭维和感谢，刷足了存在感，这是一种成就。当事人在不同的角色都获得了一些满足，但这些都是短期的假象，让当事人不自觉地陷入戏剧三角的地狱循环中。我认为人生旅途最有力的投资，就是练就翻转戏剧三角，从地狱循环中脱困的能力。我们先从 Sally、Hans 和 Kay 的例子，试着练习角色识别，再谈谈翻转三角的方法。Sally 研究所毕业后，透过校招进入这家公司。她兢兢业业地完成任务，寡言少语，要求低。她的工作表现不突出，中间偏上一点点。为这家公司打工了快20年，她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贷款买了房子。在这家公司的采购部门缓步升迁，算是个熟门熟路的中阶经理。他的先生 Hans 在外商担任高管，他们俩是典型的高知识中产家庭。先生主外， Sally 主内，一直以来都是 Hans 发展事业，一肩挑起养家的花销。
Sally 牺牲事业的晋升，照顾家里的老老小小。工作上 ，Sally 既不消极，也不激进。家庭和工作都是她暂时脱离疲劳的庇护所。她的收入是家里锦上添花的部分。Hans 支持她的工作，却从不过问她的收入。Hans 给两方长辈的安家费、礼物向来大方。Sally 安于这样子的平衡，多年来她和 Hans 一直搭配的不错。大事 Hans 说了算，小事 Sally 决定就可以了。然而失衡总是来得如此的突然。先是 Hans 意外地领了遣散的大礼包，大半年了还找不到新的工作。几个月后 Sally 也被遣散了。COVID 彻底地扰乱了他们的人生。两个中年待业的人，加上青春期的孩子，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成为情绪破题的缺口。Sally 下岗不久，瞒着 Hans 应征上了机场支援检疫的临时工。他不再是朝九晚五的 OL， 按照飞机的起降排班，从坐办公桌的采购经理转成做现场服务。他接受上级的指令，照表操课。一向少话的他，现在整天必须跟陌生人说话。还好戴着口罩，没人认得出他来，也藏住了老往下掉的眼泪。Sally 领着微薄的薪水，现在这是家里唯一的进账。他和 Hans 角色易位，让家里的每一位成员都难以适应，特别是 Hans， 他的焦虑与日俱增。他抱怨把自己开掉的公司，后悔为了这个家多次拒绝外派，拒绝了跳槽的机会，怨恨以前接受自己栽培帮助的人没良心的人走茶凉。Hans 越来越常对家里的人发火，意志却越来越消沉。Sally 小心翼翼地避免冲突，搞得自己身心俱疲。Kay 拖着行李，随着旅客走出了机舱。走着走着，人群却停了下来，因为眼前有4处可以排队。Sally 戴着口罩，手执着传声的喇叭，迎面走过来。Kay 正准备开口问他， Sally 就说：“你去那边排队。” Sally 望着那条最长的队伍，他说：“我还没问呢，你怎么知道我应该去哪里排队呢？” Sally 说：“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排队，就去那里排队，自然会有人告诉你下一步的。” Kay 说：“那么请你告诉我另外的3个队伍在排什么呢？” Sally 高分贝地对 Kay 说：“我已经说了，你去那边排队，自然有人告诉你。大家都排队，你凭什么不排队呢？”旁边的旅客都转过头来望着 Kay。Kay 觉得 Sally 的指责莫名其妙，想想还是别处找答案的好。他走向队伍最短的一条，问问在那里排队的人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在那里排队。他立刻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我们回到戏剧三角这张图，大家一起来看看，在 COVID 之前 Sally 和 Hans 在什么位置呢？是无助、无力、逃避责任的受害者？是我对你错、指责、批评别人的迫害者？还是搞定问题、提供帮助的拯救者呢？也许他们2人都在拯救者的位置。他们合作无间，大问题 Hans 解决，小问题 Sally 料理。也有可能
两人都没有踏入戏剧三角的循环之中。我们再一起看看两人都被遣散了之后呢？先看 Hans 稳坐在受害者的位置上，下岗之后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多角尝试的找新的工作，连连受阻，因此意志消沉。他是 COVID 的受害者，也是被家计压垮了的受害者。他开始对家人常常发火，也不时地坐进了迫害者的位置。Sally 仍然坐在拯救者的位置上，愿意跟现实低头的人是他，不是 Hans。 为了拯救家计，帮助 Hans 的过程中，他忽略了自己的需要，没发现自己也坐进了受害者的位置。Sally 带着满腹的委屈，不自觉地抓紧了迫害 Kay 的机会，一方面释放自己的怨怼，一方面也补充了自己的力量。我们再一起看看 Kay。 当 Sally 用她较高的位置指责 Kay 的时候， Kay 并没有顺从的接受迫害，也没有反击。他挑战 Sally， 企图厘清现况。遭遇 Sally 更强烈的指责时，他决定避开她，另寻出路。Kay 拒绝坐进受害者、迫害者的位置。大家有没有发现 Sally 和 Hans 两人一直在戏剧三角里面循环，而 Kay 虽然被卷入了这个状况，他却不在循环里面。David Emerald 根据卡普兰博士的戏剧三角设计的赋能动态三角，是用来帮助当事人将落脚点放回自己，想清楚自己的目的，以积极主动的方式从戏剧三角中脱困。我们一起来看看翻转地狱循环的技巧，可以应用到其中的2个。我先说明赋能动态三角，再用 Sally、Hans 跟 Kay 的例子演示翻转。你可以回想一个自己遇到的冲突，试着练习这个工具。识别自己在戏剧三角中的位置是第一步，然后才能谈翻转。请回想冲突的时候，自己当时的感受是什么？应对冲突说了什么？做了哪些？当时的自己有没有坐进戏剧三角？又坐上了哪个位置？翻转受害者的是创造者。自觉坐进受害者的位置时，问问自己，忍受迫害可以让自己不需要面对什么风险？可以让自己逃避哪些责任？假设自己的创造力无限，那么自己要的是什么呢？请大声地说出来，写下来自己的目标和期待。创造者为自己选择的目标负全责，因此拥有了因为承担责任而带来的新自由。Sally 和 Hans 如果想用创造者翻转受害者的角色，必须先接受自己，问问自己对未来的期待是什么，两人共同的期待又是什么？承担的责任是什么？新的分工会是什么样子的？当责任回到自己，就能产生翻转的力量，抬起头来继续人生的旅途。翻转迫害者的是挑战者。大家看看 Kay 面对 Sally 指责的时候，他的反应。他没有骂 Sally 服务太差劲，也就拒绝着成为迫害者。他坐进挑战者的位置，企图客观地厘清问题，以获得洞见。
虽然不成功，受到 Sally 更剧烈的炮轰，他再度拒绝成为受害者，他坐进了创造者的位置。K 用了2种翻转，避开了戏剧三角的地狱循环。你有没有感受到 K 的力量？是发于内的，不是从迫害弱者从外头抢来的。同样是遭遇了不可预期的事，当落脚点回到自己， K 得以面对处理，并且得到他想要的结果。翻转拯救者的是教练。你有没有看过任何比赛教练亲自下场的呢？教练帮助选手赢得比赛，但绝对不会越俎代庖。教练这个角色是3种翻转中最难的部分。一旦能掌握这个技巧，另外的2种翻转都可以更轻易的完成。Sally 感受到 Hans 弯不下身的难处，他明白 Hans 多么不愿意自己去做临时工，但没有收入的压力，加上害怕中年的 Hans 和自己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责任感让他咬着牙担负起家计的重任。想要从拯救者翻转成教练，当事人必须理解这是谁的问题，自己的问题自己负责。以 Hans 为例，他必须明白自己期待的是什么，了解自己对弯腰的定义是什么。他必须对自己负责，才有机会从过去成功的阴影中走出来。Sally 和他如果想要维持人生伙伴的关系，对未来的期待必须有共识，并且在这个共识之下商议可行的做法。换个角度，机场临时工只是动起来的第一步。夫妻俩一起就是2份收入，是积极改变的开始。Hans 如果决定找不到满意的工作，就不工作了，这是 Hans 的决定。Sally 必须控制自己，不要介入 Hans 的问题。在这种情形下， Sally 自己的问题是，自己要不要继续独立支撑家计，愿意支撑多长的时间。如果 Hans 永远不工作，他和 Hans 的伙伴关系还要不要继续？一码归一码，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以及选择带来的后果负责。底线清楚了，再谈共同的目标和行动计划，这样能创造出健康的动能，共同走出地狱循环。人无法独立于世，助人常常让我们不自觉地介入别人的问题，承担了不应该承担的责任，以不必要或是不适当的方式帮助或是修复别人，就踏上了戏剧三角的地狱循环，注定与幸福和快乐无缘了。伊比鸠鲁说，幸福和快乐仅出现于恐惧和痛苦缺席的时候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恐惧和痛苦本来就很少缺席，戏剧三角更是滋养恐惧和痛苦的温床。想要摆脱它，得先意识到这些模式，刻意的练习翻转的技巧，让自己有能力面对不可预期，有能力健康的与他人互动，让自己成为生活恶水中的浮木。今天的分享在模板模型中影响的位置，重点整理如下：1.
自己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投资标的。处理不可预期冲突的能力是人生最有利的投资。2，我们需要秩序和混乱，支持成长的内在召唤，才能感知活着的意义。3，理解卡普兰戏剧三角，在遭遇混乱时能够提升自觉，识别自己扮演的角色。4，刻意练习赋能动态三角，带来积极的改变，对自己的行动和成长负责，可以改善关系和沟通的有效性，实现共同成长以及整体的幸福感。5，管好自己的事。记住，别人的问题不是你的责任，别人的问题，别人自己解决。这是尊重边界、信任别人的表现。每一集的 EVE 转型号都介绍了可以在日常应用的工具。我非常欢迎你分享应用的感受。如果你在应用上碰到一些疑惑，也欢迎你提出来。你的提问一定可以帮助其他的朋友，我也在你的帮助之列。谢谢你收看今天的 EVE 转型号，欢迎你 follow 转型号的 video， 请订阅、关注、点赞、分享、转发，按小铃铛，提醒自己按时收看更新。转型号上线的平台会逐步增加，已经上线的平台连接就在下方的资讯栏中。我们下回接着谈。